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情感导师是谁？他们是青年作家文杰儿老师，欢迎；情感导师严品红老师，欢迎；情感导师曲薇老师，欢迎；情感导师陆琪老师，欢迎。来了解一下这对的基本情况，请看。我对他呀，彻底心寒了。真的没法过下去了。别人都是过着幸福晚年生活，可他呢，一心想着跟我离婚。自从他进舞厅以后啊，身边的异性朋友啊不断呐。我只是帮助邻居做点好事，他却百般阻拦。每天帮这个女的，帮那个女的，哎，就对我抠门，哎，又懒。他天天管着我，压迫我，我就不能有一点自己的空间和自由吗？听起来生活一团麻是吧？来，有请这对老夫妻，有请。男嘉宾江先生67岁，来自沈阳退休；女嘉宾王女士66岁，来自沈阳退休。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啊！您今儿来干嘛呀？今天就是跟他过伤心了伤心，不想跟他过了，想跟他离婚。我不想离，我就想回家。您离家多久了呀？离家2年了。在哪儿住啊？我自己有个房子，房子不大。为啥不回家呀？我说他给我撵出去了，他脾气太大了。为啥呀？就是因为他总上舞厅啊。他咋的呢？去舞厅不是1年2年，去10多年了。我咋发现了呢？有一次我去出去办事儿，手机落家了，我说回去修手机，这功夫就有人敲门。其实白天敲门很正常，对不？那他不正常了，他急忙跑过去，跑门说的：“快点走，我媳妇在家呢。”我说：“哎呀，这事儿不正常啊，啥事儿背着我呀，对不对？我得看看究竟啊。”我就去了，一看一个女的，我就给她拽住了。我说：“干啥呀？啥事儿说吧。”她不说。我这厉害呀！我说那能让你走吗？对不？你这有点背我的事儿啊！我就给拽住了，拽住我说这啥事儿你不说，绝对不让你走，你知道不？完了给他逼急眼，他说了，他的叫他上舞厅。我说上舞厅你去呗，他也不会跳舞，你叫他干啥呀？对不对？我说俺俩舞伴啊，他去挺长时间了，跟我俩。我一听，这不是1天2天了，我就劝他，我说你别去了，他不听。完我就给他亲戚叫来了，妹妹劝还不听。完我说这咋整呢？我说没别招了，我说跟孩子说吧。我寻思最起码他给孩子个面子，能不去了呗？我就跟孩子说了，孩子劝他这一劝坏菜了，倒去了，天天去，这回是公开去，以前是偷着去吗？这又公开去了，窗户纸被捅破了，捅破了，捅破天天去，你说这日还能过不？主持人呢，还没不那回事，是你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还有这事儿啊？就他也跳是吧？哎呀，你别说了我就举例说明吧，她有男朋友，请她吃饭喝酒。1、2个半夜1、2点钟不回来，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后来可算接了电话，我说你在哪儿呢？吃完饭你赶紧回家呀。不的，我跟人家唱歌去了。这行，我就原谅。第2回呢，我正在家呢，朋友打电话说你出来呀，干啥？他吃饭去。后来我就一下我跟着他走，我看坐在饭店坐着呗，我瞅标着，就一个男的就摸了手。回家我就问他，我说你上饭店吃饭，我说那男的怎么摸你手呢？他回去就给我急眼了。不是那回事儿。我跟你说不像他说怎么不是那回事呢？我说完了，我一看他管不了你了，我就挺郁闷。碰上俺那个朋友，他说我看你挺郁闷，你不行跟我上舞厅听听歌，还有人陪你唠嗑。我合计合计，我说行吧，我就去了去了完我听音乐，哎我还行。还有人陪我唠嗑，他心情能好点。这我一听音乐，一听我就不单独听音乐的话就不至于闹离婚的地步了，你知道不？我那朋友吧，我那朋友给你解释一下我那朋友咋的？他说话吧，平常就爱补了，他说话真的补了我，他摸我干大岁数了，对不？但是我们吃饭都是邻居，都认识，对不？喝酒都男女都有，不是光我们要是俩人行，一个男一个女那挺有问题。我们4、5个、5、6个人呢，对不？那补了就那么补了啊？咋补了？一整就喝酒吃饭，那男的喝完酒，那就语无伦次。你好，回事他好，你他跟你说那次我去买粮去，回来一看，俺家屋里有个女的，哎呀，长得是挺好看大个比我强多了那会说话的，那说话那嘴可甜了。我一进屋，嗓子长嗓子短，给我整直蒙圈呢。我说的，这干啥呀？谁呀？对我打这谁呀？不得介绍一下吗？同事给我织毛裤，
我说这不他织什么毛裤啊，对不？谁给谁织毛裤？那女的给他织毛裤。你这话你没听明白，你听我跟主持人解释，是怎么回事呢？我那同志，这2年之前我没退休，2年之前上班，上海冬天挺冷，我咱裤挺单薄啊，大伙都挺唠嗑，你关心我，我关心你，东北人不都挺热情吗？对不对？热情，我咋没给别人织毛裤呢？我给哪个爷们织毛裤了？这我说完了，我东北人啊，对不对？我说完你再说行不？那你说吧，我就不说了。哎呀，我这已经插不上话了，啊，行，青春活力，不分年纪。来，我说我就真的唠唠嗑，你家有毛线不？有，怎么让你爱人织的？我说爱人眼睛不好，完了说真的吧，哪天你拿来毛线，我给你织。第2天我把毛线拿来给他了，查了5小不成数。这在那休息，上我家来了，说你忙啥？我毛裤吧，给你织多半半，怕耽误你。搁单位就可以说，对不？怕耽误你。搁单位天天上班，见到了没织完呢，别着急用，对不对？你还特意上家来告诉毛裤没织完呢，他就想给你勾的，你知道不？他上午听养成习惯了。完了怕你冷，怕你冷完回来呢，他就给记过了。记我看这不行啊，我就给拉开了，东北人热情啊，我就给送人家。送人家回来的时候说，你还送人这么长时间了，是给咱约会，是不是送出大门就完事了，对吧？出于礼貌，对不对？一般情况下，我急眼都不让你送，你知道不？那天给你面子，我就让他送出去了，送了40多分钟没回来，你送哪去了？回来不回来都小事，但也没有你半夜1、2点都不回家。我不回家吃饭喝酒，告诉你了，对吧？你这告诉谁了？行，咱这一股劲过吧。哎呀，完了还有啥呢？上舞厅之后哈，养成个恶习啥呢？专门爱帮女的干活。俺那院有个灯坏了，灯坏人家有爷们儿有孩子，对不？你去干啥去？这乐得屁颠屁颠，拿着工具就给你修灯去。修灯咱说了，1分钱报酬没有，对吧？人家爷们儿知道还得埋怨你，用你干什么，对不对？完了之后了，老半天都不回来。我说这干啥去了？主要不是修灯，还是勾搭人家。从哪上舞厅就愿意勾搭人。哎呀，啥也别说了。不，你这有一个什么毛病呢？给人修完灯养成习惯了，走哪捡破烂，捡啥呢？电线、开关。随时随地就给哪个女的去服务去，哎，你知道吧？那捡那干啥呀？我说咱家不是破烂事儿，你给谁修灯送谁家去，咱家没这放着玩意儿，对吧？那电线机长是一大堆的搁家干啥呀，对吧？我说他也不愿意。不，你这人这么歪呢？街边邻居都知道，我就会修点家电活的，都挺热情。街边邻居找我安个灯，人家男的没在家，那在家那喊我吗？那活年的不在家找你，不管什么时候男的不在家。他用这点事儿回来呢，钱呢？你说街边邻居修个灯，这就光要钱，不给钱马上就急眼，这脾气。那还有一次啊，更可恨的，都给我气疯了都要。俺家动迁了啊，给个房子，他说的啊，媳妇儿啊，那个钥匙你别拿了，我拿着钥匙，我去看装修，去哈台了我买，不用你买了。给我当时乐坏了，我说哎，这老头知道疼我了啊，这些年了终于懂事了。过了几天，俺那朋友说了，说王姐，你家动迁的房，咱去看啥户型呗？我那行，咱去看看，2楼是俺家。走到2楼就听着，哎，屋里有说话声。他说你家屋里有说话声，我说不对呀，俺家没人，哪能有说话声啊，对不？走进来一看，哎，男女跟那闹呢，嘎嘎的。我说敲门吧，敲门，鸦雀无声无息啊，一声没有，哒哒可是敲不开门。我就跟朋友说，我说真的啊，你们搁门口等着，看出来人不？我说俺老公公啊，离得不远，我说上取钥匙去，回来了，一开门，他跟女的跟那里呢。你说那里边埋了吧，还上里干啥去了？是不是偷摸跟人约会去了，对不？对不对？你说话得有个根据。正好我家是回迁了，这房子不小，这赶那邻居呢跟我一样的户型。他说的，我看你怎么装修的，唱高，正唠嗑呢，他敲门，我没听着啊。那门都砸碎了，听不着啊，门啪砸听不着啊。等我听着了开门呢，他跟那打起来了，你说我们就得让女的走，要不他俩矛盾更激化吗？我就瞅那女的，我想揍他，他拉着我，给人放跑了。哎呀。完了之后我一赌气哈，一赌气我给撵走了，只能自己过吧，别搁家过了。就为这事儿撵走了是吧？啊，撵走了之后吧，过了一段时间，完了孩子吧处个对象，孩子说妈呀，你要我爸回来吧，要处对象吧，瞅咱家没有伴不好看。完了孩子们劝我，完他也说的，我给你写个保证书，不去了往后。我这人吧厉害是厉害，但我给面子，我说你回来吧，回来了可好啊。过了几天，老门又翻了。该去舞厅还去舞厅，完了该帮女忙还帮。最可恨的是，邻居把他平房劈柴给棚上的。你说咱说了，你家能举棚顶去，正能拿下来，对不对？完了拿谁让他上去？那房子过去都是这坡的嘛，他上去了，上来没小心啪掉下来了，掉了摔的老狠了，动不了了。到医院检查，
做 CT 又照相的哈，拍片子的，花了不少钱。完了跟人养伤，可养好了。我说你拿着单子，让他有报销去，对不？因为给他干活嘛，对不对？他不信。听他讲理不？男的没在家，说房子够不上来，都是平房，我帮够呗。那下雪滑，我踩了，你拐人要你合情合理吗？我也合计，就干这点事他说啥不退不去、马上就拐人要钱。不是，我说那你走吧，对，爱帮谁帮，我眼不见心不烦，对不对？又轰走了，又给撵走了，他别过了。第二次撵走了。第二年走。现在这2年就是因为这个吗？啊，对，这不让他回来了，对不？再回来不行啊。大哥在家里做家务吗？我跟你说啊，他咋的啊？又抠又懒，你说抠到啥程度啊？我们俩上公园去了，到大夏天挺热的，我说的买点雪糕去，他买啥的？我说买冰的，5毛钱一个，还解渴还便宜，对不对？去了，到那去了可好，人家等半天呢，回来哭两口回来了。我雪糕呢？5毛钱卖没了，就剩1块钱的了。我这1块钱就买，添5毛钱买俩呗，就完事儿了，对不？5毛钱你跟别人那么舍得呀？跟我俩那么抠呢，对不？没舍得回来了。这不对，你听我解释，你让大家听听合情合理吗？5毛钱雪糕没有了，1块钱也卖没了，那有能不给你买吗？大热天，当时没那么说，当时说的5毛钱卖没，剩1块的。他这强词夺理，你说这？哎呀，这是多少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了。行，大姐你可以，反正你都能串联起来是吧？不是串联，他懒到什么程度啊？我跟你说啊，你看有一次儿子快来了，来了之后我说的那个整点肉哈，你把盘子碗洗洗啊，能叫10多分钟去了，啪一下把盘子拽了。我说干啥呀？这大怨气啊！啊，一搁家干活怨气十足呢，给别人干活怎么没怨气十足呢？我那是故意的吗？让我洗盘子，那洗碗滑拽了，我不心疼吗？不对，你这叫鼻头鼻子脸不脸的。这大伙都咋的？拽盘子声和掉盘声能一样声吗？对不？咱伙伴们啥听不出来呀？他就生气了，啪！他外边谁等他呢？你知道吧？着急，不愿意干这活啊，急忙就着急走啊。就是您反正什么事儿都能跟他跳舞这件事儿联系在一起，对吧？他根本就是嘛，他就是那个事儿嘛。好，行，行。主任，你听我说，这都是小事儿，还有一件事啊，说大事，你让大伙听听，现在是生活都挺提高，每个月零花钱就够500块钱，你大伙听听够吗？我去舞厅买点票，还买瓶水，还买瓶矿泉水不？亲戚朋友请我吃饭不花钱，我不偶尔我得请一顿不？这一顿饭就得300、400块钱不？钱不够了管他要。马上急了，你这把钱跳舞了，他老纠结过去的事儿。他这个事儿啊，他这个做病了，这就是更年期，我看着。为啥不给他钱啊？是不是谁说吃饭请客谁拿钱，对不对？他咋的呢？哎，一吃饭去，说的走啊吃饭去，他跟去了。吃完饭，人家一瞅他那缺心眼儿，脑子不够用啊，人家上卫生间了，他结账。你说我天天请你，结吧，咱家趁啥？开银行也不够这整，对不对？啊，怎么这样说你吗？工资一直交给他是吧？我一直交给他。那您在外面住这2年，工资也交吗？住了我都交了呀，卡了没有啊？诚意跟他过日子。哦。他这500块钱，我就做大米粥，我不会做饭，做大米稀粥，吃点咸的，就这么对付，这不对付2年，我一看不行了，说真大岁数都老夫老妻。不是，那您为什么不把钱不交了，自己过不就得了？那能行吗？你看什么？看什么？不是，你又不让人回家，你又收人家钱，你什么意思？你大伙讲讲，你看什么？对吧？你让大伙讲讲。不是，那你这要跟他离了，这钱可就是他自己的了。离了给儿子点得，给补助儿子点得，不能都给他，都给他给女的刮去。听着没？那不行。不是您这就这么小看他呀？他就这样人儿，这些年是这样人儿。不是他以前不这样啊？以前不这样，以前就是抠啊，现在就添毛病了吗？行，您就要回家，我就要回家。家里那么多压迫，你接着反抗下去。一个不知道啊，主持人，这几年我反省了，怎么也不如原配的老伴儿。这过去事啊，他好事太多了，有事咱都报答不了，毕竟给咱生个儿子，谁都有双生父母，对不？得了，我们直接说一句敞亮话，就是跳舞吧？啊，没其他的花花肠子的。没私人话，我都写保证书了，保证书都带来了，主持人，不信我给你念念。啊，你念吧。哎呀，保证书在此保证，以后不管谁叫，不再去舞厅了，也不再帮任何一个女同志的忙。想听音乐在家听，若再去舞厅，500块钱零花钱不要了，全归老伴儿，在此接受老伴儿监督。哎呀妈呀，上回写的一个字都不差，那能改吗？你说他根本不深刻，跟上回写的一模一样，一个字都没落。哎，那你这2年春节什么也是在外面过，还是也在外边的，请啊全国的观众或者主持人监督我，
以后我痛改前非。我们可监督不了您，没有什么痛改前非的。您不就出去跳跳舞吗？就跳舞，他老跳舞没什么错呀。他老纠结跳舞，人家都教育舞、岁数大舞的，那开心，连锻炼身体。那不搂抱干啥呢？你看着没？我跟你说，我要身体成心跟你离婚，我何必呢？我把钱给你。您现在退休工资多少钱啊？6000左右块钱，不多。哎呀，不让回是吧？非离不可是吧？非离不可。您确定啊？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啊，他都在外边跟别的女的关系那么紧密，您哪受得了这气呀？是啊，对不对？赶紧离了，把6000块钱还给他呀，各过各的。那必须还，法律规定，大姐，你离了这6000就是他的。没的夫妻好，怎么打算不记仇？就我回家这2年当中啊，还是惦着我，他就老说你老去跳舞，老纠结过去的事儿。实际上我的事儿改了就完吗？我还希望他恢复也好。明白，大姐，好好过日子吧，这大岁数了。你说大哥刚才说的这番话，是不是值个1000块钱零花钱呢？他要真心改的话，哎，不是，我们不说别的，他还是觉得你跟他是一心的。你觉得，就他心里面这点想法，像是一个在外面要跟别人在一起的人吗？这么听着说不像啊。其实但一去我就生气。我们话说回来，我们都看懂了、看明白，我们都知道你不想离，我们也看明白大哥也不想离，他的心肯定是向着你的。问题就在于什么？在于你过于残暴了。一个月挣6000多块钱，你每个月给他500块钱，是啊，他去舞厅可能是他不对，但是你要想一想，几个老师都说了，你这么对他，他可不得去别的地方寻找一点温柔嘛？你不能说哦，你犯了错，所以所有的错都是你的，你也得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找找问题，对不对？你这个骂他，那个骂他，你通过惩罚这件事情已经做到头了，我们得回过头来给他点甜头了。我觉得这件事情啊，反而是要疏导。什么疏导？你今天不是要回来吗？好，你回来，我不仅让你回来，而且我还给你加钱，给他加钱，给他加钱，以前500，现在800，但是是要扣钱的。就如果你去了舞厅，那我就真的扣200。我跟你讲，他跟别的女士说话，帮人一点忙，我觉得这个都没什么。他一看就是那种热心人，他年轻时候肯定也帮忙，只不过你的心态变了，你因为舞厅这个事心态变了。我觉得他要给人帮忙，只要大庭广众之下没事让他去。舞厅不能去，我支持你，钱加到800，每周200，但是只要你去一次舞厅扣200，你觉得这样行不？行。大哥，你觉得这样行不？行，那就让他回来吧。还是陆琪老师的鬼主意多啊！有需要陆琪老师帮忙的，去微信公众号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咱们爱宝的老粉还有礼物呢。哎，婚是不能离，日子不能这么过，过得没意思了，多痛苦啊！天天老想着点破事儿。大姐，彼此给个台阶儿，该干嘛干嘛，好不好？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秒。哎呀，听人劝吃饱饭呢。其实我呀没什么坏心眼子，也不是说对他太那啥，就是这口气没顺过来。老头还是有好处的啊，我也很感动的。哎呀，真的吧？咱们这儿书归正传吧，该回家过日子了。老伴儿啊，时间呢，我也对你时间点，下回呢我也注意点。人家不上舞厅呢，咱们还去好好过生活。这些天呢，你跟我也给我累下了。有些事我做的不对，以后我对你好点。我这大岁数了，俺们还过后半生呢，好好过吧。俺俩离婚、离你啥的，是不是也不好？叫唤咱们都这大岁数了，你有病有灾无的，我还能照顾照顾你，是吧？别生气了，以后我改。这就对了嘛，回去吧。你觉得回去之后能过得好吗？我觉得挺好的呀。我觉得可能过好还需要一阵子，但是肯定离不了，还是相互依赖的2个人。我觉得挺难的。来吧，请开门，请开门。
对，快去，这就能回家了。老头，赶紧爬好，咱得回家。来，真不密了。来这儿，来这儿。哎呀，老头好好的啊，那上午听着走吗？来。哎呀，好好过日子吧，希望你们就永远这么一辈子，相拥相扶着，幸福的往下走。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更浪漫的时刻。各位，请见证。好好，老头回家啊，回家好好过日子啊。哎呀，谢谢4位老师啊，不容易啊，2年没回的家终于回去了。谢谢2位，来，请回，祝你们幸福，加油吼！那就祝他们健康、幸福、快乐。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我为了他付出了那么多，他一点都感觉不到。我觉得他想法太幼稚了，连一点规划都没有。他每天都联系那么多异性，根本没把我当回事儿。他又不工作，又不支持我工作，那我们怎么生活呢？既然他不理解我，我觉得我们的关系可以到此为止了。我希望他能够承担起一个男朋友应该有的责任。有请这对情侣，有请。男嘉宾刘先生26岁，来自安徽无业；女嘉宾梅女士21岁，来自安徽，自媒体博主。有请2位，有请。说你现在在家里写小说是吧？啊，是的。没收入是吧？没有。啊，你现在在外面挣钱是吧？自媒体的博主哈。好做吗？现在自媒体？不太好做。现在相当于你养着他，是这意思吗？是的。认吗？认。哎呀，真厉害！那手是怎么几个意思？来说说吧，怎么回事？就是我原来是在体制内一个企业里面上班啊，然后收入比较稳定，工作也很稳定。然后他就是如他所说是一个业余的短视频博主，但是粉丝还比较多啊，所以收入挺高的。然后我虽然在体制内工作，但是我就一直不太喜欢自己这份工作啊。我本身也是一个比较自由散漫的性格啊。和他在一起之后1年多，然后我就问他，就是你愿不愿意支持我想做的事情，支持我的梦想？他说会理解我，并且支持我。于是我就把那个企业里面的工作给辞了。不，等一下，你让他支持你？对，这不应该儿子跟妈说吗？哎呀，我就觉得这话有点啊。行，你接着说。对，别扭啊，就是我希望他能支持我啊，支持。然后他说支持啊。然后我就把那个企业的工作给辞了啊。目前在家里准备就是写小说，准备写小说。已经开始写了啊。因为我打算写一个就是关于奇幻悬疑的长篇小说。前期准备工作时间很长，就是一段时间内难有进展啊。而就是现在家里全部开支是由他负责啊。然后我平常写小说取材的方式就是通过一些戏剧啊、话剧啊、电影啊、影视作品，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玩一些游戏。游戏这点他是特别不理解，然后他觉得我是在游手好闲，拒绝承担一个男朋友应该承担的责任啊，然后因此我们就有矛盾了啊。就比如说有一次有一个游戏，我听说剧情挺好的，我想看一下，就300多块钱，然后我找他要，他就不给我买。没什么游戏啊，不就不务正业吗？游戏。主持人，你看，就他现在这态度还算是好的。他平常在家里就是有时候都对我做的事情就有一些攻击性和侮辱性，就是我得解释一下，现在游戏产业的发展已经不是像世人的所偏见还有他理解的那样，就是一个游手好闲、消磨时间、败坏人精神的东西。不是，等一下，我好奇问一句啊，因为我自己就是搞网络小说的啊，我就好奇问一句，就是辞职到你准备写小说中间大概多少时间了？有小半年，大概5个月左右吧。5个月左右。对。你的架构搭得怎么样了？架构已经完成了，已经动笔写了，已经动笔写了。是动笔写了还是已经搭完了？已经搭完了，已经搭完了。写了多少字啊？架构？写了多少字？得有10万字不到，几万字。有吗？就2行字。一晚上就写2行字。他从来不在意，从来不看，他有时候还删。你那个架构写了10万字。架构没写10万字，就是小说内容。小说已经写了有10万字了是吧？没有，这几万字，5、6万字，大几万字。发了吗？没发，不好意思发嘛。那我听懂了。好的，谢谢啊。
接着说，接着说。有一些就是小众的厂商的独立游戏做的也很有创意，能给人很多灵感和启发。就是游戏的故事性和艺术性已经得到业界认可，被称为第9艺术了。他还觉得那是不入流的东西，他不理解那就算了。你说会支持我，那平常我码字我总要个键盘吧？我家里原来那个老键盘，就上面那个键帽回弹已经不灵了，而且上面的字母都已经看不清是什么了。花他钱我是知道的，然后我就不好意思多花，看了一个键盘2手市场的100多块钱，找他要他也不给我买。不是你那叫写书吗？你一晚上就写2行字，是我冤枉你吗？怎么就2行字了？而且平心而论，我花你多少钱了？就是主持人，请您来评评理。就我刚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有工作有积蓄的时候，我给他买过珠宝，给他买过衣服，给他买过包，然后每次出去旅游，万把块钱的花，也出去过好几次。然后现在我从开始写作就辞职到现在小半年的时间，就找到他要过这2件东西，加起来450多块钱。然后我平常一顿饭就小几十块钱，花你多少钱了？是，你就吃那小几十，那家里水电费不是我交的，你衣服不是我买的，都要好的，我都舍不得给你用差的。那护肤品都大几千块钱的，还有你想要那模型2万块钱，我没给你买吗？而且主持人就是他，除了这些模型，还喜欢一些就小玩意儿。然后家里面我跟他在一起之后，那墙上面2/3都是我买的。手办。那一个小的盲盒，就大家经常买盲盒的都知道，那个小的盲盒就60、70。不是他买股总共花了多少钱？没数过。这里有好几万吗？就半年内一直给他买。有好多是我自己买的呀，你没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就在。在哪呀？这墙本来是满的，这是我和他在一起之前的收藏。就原来变形金刚全部是满的，而且就是这一面墙差不多有10万块钱的东西，也就是和他在一起就给他花掉了，然后我就把这些东西都卖了。你看现在空空落落的。他刚刚说的那个2万块钱的模型，就是不是我找他要的，就是有一次我们出去逛街，我说这个东西是一个我很喜欢的角色，然后他自己给我买了。当然我很开心，我很受用，我觉得他很爱我，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份喜悦的心情。但是我并没有找你要这件事情，你一定要搞清楚。你一天到晚拿那个手机给我看，哎呀这个多好，那个多好，要是能有就好了。而且那天你还专门挑我们纪念日来说，不就是想要吗？那过2天你给砸了是吧？那个模型买过来没1个星期，我还在家里打游戏取材嘛。就这个游戏它过到一个很重要的剧情高潮部分，它牵动我的感情，然后我迸发出了一点灵感。然后这个时候他突然说，就是你过来给我捶腿。然后我好好跟他说，就是你稍等一下，等我过完这段剧情，我再来给你捶腿好吗？然后他不管，然后把我打断之后，就是剧情还可以重播，但是灵感没了之后就难再找了。他这种事情发生过很多次，我就说既然你不理解我，我们之间没有办法达成共识，你还觉得我花钱你不开心，那你大可以分手，我们各过各的。然后你把你给我买的东西，就是都拿过去卖了，有的还升值呢，你还能赚点，就这样就算了。然后结果他过去把我那个2万块钱模型拿了，往地上一砸，踩个稀碎，这就是他干的事情。我又不是故意的，而且你主任，你看他因为这点小事动不动叫我分手，说了好久了。就分呗。不是，这是小事吗？就是首先你不理解我，然后我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而且就是你砸模型这件事情，你说砸就砸，你的情绪很不稳定。那我不就是想吸引你注意力吗？我又不是故意的呀。而且他平常对我是有暴力倾向的。就还有一次，他出去跟他的小姐妹聚会，我说我跟你一起去吧，他说都是女的，就你别去了，我就没去。然后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我在床上躺得好好的，他突然酒气熏熏的把我从床上捞起来，然后又推又搡的，然后骂我窝囊废，骂我软饭男，骂我天天吸他的血。那我不是喝多了吗？而且我又不是故意的，那都是女的，你去干嘛呀？而且我不是为了保护你颜面吗？他说是为了保护我的颜面，实际上他的那个小姐妹都已经告诉我了，就是他在酒局上也说我吸他血，是软饭男，是窝囊废。你既然这样看我，你既然对我们的爱情这样不满，那为什么还要过来和我道歉，然后还要跟我在一起呢？那我不是真心话呀，那我不是喝多了吗？而且我跟你好好道过歉了呀。这件事情不是结束了吗？为什么还要拿到台面上来说呀？行，你不让我见你的朋友，你觉得我拿不出手，那就算了。我自己也确实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事情，但是他跟男性的关系也是拎不清的。他每次工作他会参加一些展会，就是不让我去，说工作跟我无关，我就不去嘛。有一次我自己偷偷买票跟进去了，
然后他跟他粉丝见面，他粉丝全部都是男的，排着一长溜。然后有一个男粉丝上来就握着他手，说：“老师，我好喜欢你，我很爱你，你是我的精神支柱。”啊，你觉得这样合适吗？完全没有把我这个男朋友放在眼里啊。那都是人设呀，而且粉丝都大老远跑过来的，我不能不给情绪价值。而且我不是跟你道过歉，我也说过我会注意分寸的，不会再有了。保证过没2天，更过分的事情就发生了。我们晚上已经约好，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然后结果不知道哪来个男的，要把他接走，说要出去。我对这件事情浑然不知，你自己不觉得离谱吗？那是工作室的摄影师，我跟你说了，你那时候在打游戏，你怎么可能不知道呢？你压根就不理我，压根就不听我说话。他每次和陌生男性接触都有工作作为挡箭牌，然后对于外面的社交媒体还有他的朋友圈都是把我雪藏的状态，就是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安全感。而且就是他有时候出去正常摄影有时候会给我发些消息，1个小时2个小时回来了，有时候凌晨1、2点回来，这还是个家吗？我也做出妥协了，而且我那个平台上我也发他了，粉丝也都知道他，只是他太幼稚了，而且就因为这件事情，他就把那个家门给他关着，10几分钟呢，我敲门都没人开，然后实在没办法，我只能回我父母家了呗。我都不知道跟我父母怎么说，跟他吵成那样。你不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你跟你父母说的是一样的。我对你的好是只字不提，你就跟你父母也说我是软饭男，说我吸你血。你父母现在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不都也是你自己作的吗？而且我父母也觉得你平常去接一些内衣广告，穿一些比较性感的衣服，奇装异服的。我们是很传统的家庭，然后我也为这事跟他们闹翻了，也正是因为这个，他们才把我的生活来源彻底切断了。我也付出了很多呀。那我1没偷2没抢的，平台上面消息都光明正大的，我干嘛了我？你对他的工作其实是不满意的，对吧？我自己其实是理解的，所以你对他的工作你是接受的，对吗？对。哼，我觉得也就做表面功夫吧。而且，那你有尽到过一个男朋友的责任吗？我们俩每次出去逛完街回来，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然后你就直接往沙发上一躺，袜子就乱丢，我都能在那个厨房洗手池里面看那袜子，那沙发底下也有，东一只西一只的，我就跟你屁股后面捡。咱们一条一条说，首先我承担了一个我作为男朋友应有的价值，虽然我没有花钱，但是我给他提供了很高的情绪价值。就比如说，我会满足他所有无理要求，就比如说他有一次让我倒水，然后我给他倒杯冷水，他说要热的，然后我给他倒热水，他说这个杯子不是用来装热水的，我再给他换杯子装热水过来，他又说我不喝复烧的开水，我再换过来好杯子，第一次烧的热水给他端过来，他说我不想喝热水了，我要喝奶茶。然后平常在家里也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而且就是他一点情绪变化，一点表情变化，我就得安慰他，然后开导他。比如说他刷手机，然后说，哎，这个男的给他女朋友下跪，你怎么不跪啊？就是没有任何征兆的，我就得跪。然后他刷这个人训狗，说我家没养狗，你也叫给我听，我就叫给他听。所有的情绪我都会满足。而且第二点，他说我没有收拾家务，是这样的，就是他每次做了什么，就一定要喊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我扫地啦，我拖地啦。但是我每次做家务的时候，我是并不会那么声张的，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嘛，两个人在一起，你该做就做了。而且我们俩的生活节奏是不一样的，他一定要把自己的生活节奏强加到我身上来。你别给我扣那么大帽子行吗？我每次进家之后，那个灯啊，到处都是开着的，厨房开着的，厕所开着的，还有那个书房也是开着的。那家里面多出来1000块钱电费，不是你交知道吗？你不说开灯我都忘了，我白天忘关了一个灯，然后他直接把我电闸给拉关了，拿个小铜锁咔一锁，大夏天30多度就把我丢在家里，就不管我的，我差点没热死。你就这样干的是吧？那你好意思说我把你丢在家里？你还好意思说？那个主持人，我跟你说，我跟他去外地，在南京的时候，车都快开了，我让他收拾行李，他行李箱他就是不收拾。然后呢，我说他几句，就说你快点收拾，快点收拾。说他几句，他生气了，然后说，哎，那我不走了。然后一个人把我丢在那个外地，我手机刚巧也没电，凌晨下暴雨天，他就把我丢在那儿。你不要歪曲事实，是这样的。那天是他让我去收拾那个行李箱，我照做去收拾了。他说你这个收拾的不好，你应该这样做。然后我没照做，他就冲我发火，然后就急躁。然后你既然对我做的事情不满意，你可以自己干，为什么让我干？你觉得你就跟我闹一下，但我觉得你就是仗着你花钱，你天天在侮辱我。然后我每天情绪累积到这儿，我爆发了一下，我不跟你过了，我走还不行吗？我躲你，然后你又要把我拽到这儿来。那今天就让大家看看嘛，就是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
或者说我们还适不适合继续走下去，好吗？哎，你想分手吗？我想分啊，分呗。他不同意是吧？啊，就是你说分，你让我走，你不让我走，那就继续过呗。哦，所以你也不决绝对吧？啊，姑娘，你想怎样啊？我还想谈，都谈这么久了，而且我刚实习也没多久，然后我就是把他也告诉我父母了，我也不好意思跟我父母说。那你在这个关系里面你自己舒服吗？还好吧，而且谈这么久了，我舍不得。谈了多久啊？1年半，还多一点。哦，你对他现在的生活状态你满意吗？不太满意。那你希望他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我希望他就是哪怕他不工作吧，至少不要那么幼稚了，多给我点关心，多给我点照顾吧。就是他打游戏的时候总是不理我，然后我就想他多理我一下。哦，没了，其他就没有了。我对他要求不太高，要求倒也真是不高。行了，我这就完全看不懂了哈，这已经超越了我，好像我对爱情的一个认知了。就是这个是爱情吗？可能它是。老师们，你们看看怎么办吧。让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是一个用情绪稳定打着幌子，其实喜欢刺激，内心是不平静的一个人。而你的女朋友，女生其实看起来作，有很多情绪上的跌宕起伏，但其实她是一个务实的、想要安稳的这样一个女生。所以你俩外表和内心都是有着那种纠结和冲突、不平静和不一致的。这样两个矛盾重重的人走在一起，那就是多重矛盾的组合，能过得好才怪。女生，你知道这个男生他很喜欢刺激的。你说我为了写作要辞掉自己体制内的工作，不是不行啊。就你满墙的那些手办，什么辞了职打游戏找灵感的这种创作模式，也许将来有一天你真的能成大家，但是至少今天你不适合在这个女孩子身边，让她陪着你走这条路。而且真正的我觉得有文学才华的人，人家内心是汹涌的、波涛澎湃的。你这个男朋友，他没有那么多丰富的内心。你看我们中国很有名的科幻作家刘慈欣啊，人家一直在娘子关当工程师，没有停过工作，也没有影响他写出来这么多部这么好的作品。所以你没有必要陪他这条我觉得未见得能成功的路。而且在这条路上，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人设，说我是一个才华横溢，我宁可放弃工作，我也成就内心追求的这样一个人设。这个人设咱赔不起啊，姑娘。你去实现你的梦想，或者为了梦想去努力，我支持你。你还说我是很随性的啊，我想跟他分手，他同意就分，他不同意他想处那就继续处呗。这不叫情绪平稳，不合适，不要彼此拖累。我们其实谈恋爱最重要一点，想要获得舒服的爱情、愉快的爱情、长久的爱情，就是你得自洽。我要什么我就去追求什么，我不要什么我就放弃这个，各自寻找适合自己的。男生，我正在想一个场景，就是你对他学狗叫的时候，你的心理状态是什么？你在想什么？那不敢去想，那不能深想。去想，深想还是会觉得侮辱啊。哦，你开心吗？不开心啊。那你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爱他吗？是有感情，我希望他开心。这么做他就开心了，这么简单就让他开心了。那你知道他真正能让他开心的是什么吗？你一定知道。那回到体制内继续工作嘛，有一个稳定的收入，不用靠他，这真正能让他开心的，对吗？是。但你为什么不去做呢？你不爱他吗？因为我不想。对，因为你仅限于此，你只愿意去简单的去让他满足，你放弃自己尊严很简单，你去按他说的去做很简单，你只能做到这一步，但这不是爱，这是一种交换，更不是情绪价值。情绪价值是支持、理解、鼓励，能够激发他能够有乐观的自信的这种状态。你只是在满足，甚至是错误的满足，你们之间没有爱，我觉得就是一个交易。你知道自己很弱，你为什么迟迟不能动笔，不能去发表？一定是说我要在游戏当中去找灵感，错了。
你在逃避现实，你不敢面对现实，你心里很弱。弱的人反而会装的说，哎，你打断我的灵感，我们可以分手啊。你很弱。一个弱的人，我不谈你写作，那可能是你的兴趣。一个弱的人都不能独立，他怎么可能给别人带来价值？他怎么可能给自己的爱人带来爱？你只是简单的满足了他一些可能是错误的一些需求，但你没有给他爱，他跟你在一起不安全，跟你在一起不开心的。女生，我觉得你很苦闷，你只能在戒酒的时候跟闺蜜去倾诉自己的郁闷，你只能用一些很简单的方式说你得听我的，你看听我的了吧，让你滴水就滴水，对吗？但这有意义吗？真正你是掌控不了这个男人，你影响不了他，因为他不在乎你，他只是简单的说，哎，交换你给我价，你的价值是什么？你能养着我，我给你什么？给你笑脸儿，仅此而已。他就躲在那里。如果这种状态，你们两个人都会崩溃的。他不能成长，你又在煎熬，赶紧分手吧，就这样。文介老师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青年纯文学作家，啊，这个我们网文作家门槛没那么高。我是觉得每个人都可以写一部小说，没什么问题啊。我是支持你写作的，啊，这个我肯定支持。哎，你比较喜欢网文作家，比较喜欢哪些？我一般不太看网文。哦，你不太看网文，那你写什么网文呢？我说是那个悬疑和奇幻类型的。悬疑和奇幻一样的，现在都属于我们网文啊。奇幻不是网文是什么？我就问你们，你喜欢看谁的？来，我喜欢看这位女士说的刘慈欣的作品，我也很喜欢。刘慈欣是纯科幻，对，而且他是硬科幻。对，但是他那个浩瀚的想象力也可以给我提供灵感。不是你一个要写奇幻的人，你不看奇幻吗？我更偏向悬疑一点啊，你更偏那悬疑你看谁？阿加莎·克里斯蒂。他也不能叫悬疑吧，他属于侦探。在我眼里这两个分类其实这两个分类完全比较模糊。哎呀，悬疑和侦探你都分不清楚啊！你这个，你说对，你说对，这个就不是门槛的问题了，是你根本不热爱的问题了。我是觉得你要喜欢看侦探，那你就应该说你写的是侦探，对吧？啊，然后现在你要写侦探，那你打算发表在哪呢？发表没有想过。啊，也就是说，其实你也没有说我写一个小说，然后我有一个商业模式或者能挣钱，只不过你是说我现在就是要写，所以我就辞职了，是吧？对，我只是在做我喜欢的事情，我并没有要成为一名大作家，或者是有什么很强的变现能力。所以其实你的重点是你不喜欢体制内有工作，不在于你喜欢写作。所以他辞职是因为他不喜欢那份工作，和他的梦想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梦想并不能给你挣来钱，也不能给你什么正向的反馈啊什么的，只不过梦想就你想做这件事情是你的一个舒适圈，跟你玩手办是一样的，对不对？是。所以你对于未来工不工作其实无所谓，对吧？对，我对自己的怎么生活我是无所谓的。我流落街头也可以。你现在其实是个文学爱好者，或者说悬疑文学的爱好者，所以呢，你现在沉浸在自我的这个玩的这个世界里面，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人生的框架，也没有考虑过我有一个女朋友或者我有一段爱情，我有未来，我只是现在到了这个阶段，我有这个兴趣，所以我要放弃别的我不喜欢的事情，然后倾尽全力的去做这个事情，对吧？对，这就很清楚了。姑娘，你能听懂这一段吗？就是他没有跟你想过你的未来，所以前面所有的老师说那些东西其实都对他来说没用，因为他根本没有思考过，这不在他的考虑范畴之内。好，姑娘，你让他扮狗叫的时候，你以为你驯化了他，但实际上是他驯化了你。因为从此以后，你如果遇不到一个有那么强服从性的人，你就受不了，你就崩溃了。你被于别人体现出来那种服从性所控制。你以为套了一根绳在他身上，其实那根绳的另一头套在你自己身上。你的情绪自控能力、自我管控能力已经没有了。他用之前给你的那些情绪价值，
反而是吞没了你。但事实上，你们两个人之间，他没有心，他哪有心？他是可以随时可以走，也可以留下，可以拥有你，也可以不拥有你，因为他只需要自己就好了呀。他整个脑子想的、思考的都是自己，但是你不一样。所以姑娘，我建议你现在转身就走吧。你的未来其实和他已经不匹配了，而且你现在所有的一切其实是被控制了，你被你曾经的想要内心的极端性以及想要别人给你付出的那些服从性把你给控制住了。这个时候你就应该回去再找找曾经的那个自我了。至于你好好写呗，好好写啊。谢谢陆琪老师啊，这个有需要找陆琪老师提供一些思路解决问题的，可以关注陆琪老师的微信公众号啊。咱爱宝老粉要送礼对吧？还得送课程。你一说让人分手的时候，姑娘直抹眼泪，你知道吗？哎，我就认为无独立，无爱情。就是当我们人格不独立的时候，其实是奢谈爱情的。现在我觉得两个孩子都没有人格独立，该干嘛干嘛。让我们一起进入真情60年。我觉得老师们说的挺对的，就是在世俗的观念里，我确实不是一个好男朋友，我也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就随我去呗。这是我的真心话。像刚刚老师所说的，就是两个人之间真心的付出，为对方付出，那才是真正的爱情。那我觉得我更愿意为自己付出，我更爱我自己一点。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来吧，请回吧，谢谢两位。挺好，年轻人那点小气盛就上来了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录优酷视频、腾讯视频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来，预测一下。双不出，男不出女出，双不出。我也觉得双不出吧。来，看看人家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请开门。估计他会出。还是喜欢他是吧？就我跟他在一起这么久了，我也想给他一个机会。我可能觉得他只是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想做什么。我可能认为主持人你是要拯救是吧？他是要拯救一男人是吧？姑娘，人家都不给你机会，你还给他一个机会？不是，他是我跟你讲，他这个话后面有句潜台词，他没有说出来，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以前作过了，他作过头了。以前怎么作这个人都承受，现在这个人不承受了。就是你们要理解一件事儿，就是一个能够给你情绪价值的人，他肯定是比你更有情绪的自控力的，所以他是反而是能够收放自如的。你是变成了一个需要别人喂饭吃的人，所以你现在不管说什么，我给你机会啊怎么样，你先把自己的情绪独立性给找回来再说。就是真的有力量的人不在乎你给不给我，没有力量的人才期待着别人给你点什么。那你还有什么跟你前男友说的吗？没有。谢谢，请回。再次感谢4位老师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同时也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